诸葛亮，三国时期的重要谋士，他未出茅庐，已治三分天下。关于他的典故和事迹非常之多，三顾茅庐、草船借箭、空城计、出师表等典故，无不展现他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。那么在正史中，他是如何来到荆州？刘备又是如何请他出山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的成长史及刘备三顾茅庐。诸葛亮字孔明，号卧龙，琅琊郡阳都人，即今天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。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。西汉时期，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做过司隶校尉，到他父亲这一辈，他的父亲诸葛圭则只做了个泰山郡的郡城。181年，诸葛亮出生于阳都。然而，在他3岁的时候，母亲张氏病逝；8岁的时候，父亲诸葛圭也病逝。之后，他和弟弟诸葛均便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生活。当时，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郡太守，于是他便带着诸葛亮等人前往豫章郡上任。豫章郡的治所在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。后来，朝廷任命朱浩为豫章郡太守，代替了袁术任命的诸葛玄。诸葛玄只能带着诸葛亮等人前往荆州避难，投靠了荆州牧刘表。197年，诸葛玄去世，诸葛亮便在隆中隐居。隆中即隆中山，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城西13公里处。他平日喜欢吟诵梁甫吟，并常以管仲和乐毅自比，可人们却对他不屑一顾，只有徐庶和崔州平等人相信他的才干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诸葛亮身长8尺，容貌甚伟，羽扇纶巾，并经常乘坐被称为宿宇的4轮车。虽然他乘坐的车与现代车相隔1000年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201年，官渡之战失败后，投靠了袁绍的刘备，前往荆州依附于刘表，屯兵于新野。荆州的豪杰们得知后，纷纷前往新野投奔刘备，其中就有颍川人徐庶。徐庶本名徐福，早年由于替人报仇被官吏抓获，获救后改名为徐庶。之后他不再舞枪弄棒，而是一改平时的季节开始求学。后来他与同郡的石广元避难于荆州，结识了司马徽、崔州平以及诸葛亮等人。207年，刘备已来到荆州6年之久，由于刘表只会坐而论道，偏爱一隅，导致刘备6年来毫无建树，心情颇为郁闷。有一天，徐庶对刘备说：“诸葛孔明者，卧龙也，将军愿意和他相见吗？”刘备说：“你可以和他一起来。”可徐庶却说：“这个人你可以相见，但不能屈就他前来见你，而是将军你应该放下自己的身份，亲自前去见他。”接下来便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脍炙人口的故事——三顾茅庐。然而在正史中，关于此事的记载较为简单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：“先主遂议亮，凡3往，乃见。”《魏略》中记载：“备入南阳，以亮为宾客，食在草庐。”可见没有明确记载刘备前往的次数。《襄阳记》中描述的是刘备访诸葛亮于隆中，三顾往返，其实未尝相见。同样没有记录具体的过程和细节。总之，刘备最终见到了诸葛亮，他让众人回避后，向诸葛亮请教说：“现在汉室倾颓，奸臣当道，我想伸张大义，重振天下，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不够，所以时常失败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但是我的志向还没有罢休，先生可有计谋帮助于我？”诸葛亮分析说：“自董卓乱汉以来，各地豪杰纷纷起兵，占据州郡者数不胜数。当初曹操与袁绍相比，名微而众寡，然而他却最终打败了袁绍。他之所以能以弱胜强，不仅依靠天时，更重要的在于人谋。现在曹操已拥有100万大军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单从这点来看，确实不能与其较量。再看孙权，他占据江东，历经3世，凭借着地势险要，民众归附，而且任用贤能。所以对待孙权，你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，切不可有图谋之心。最后是荆州，北靠汉水和沔水，南连南海，东面与吴郡和会稽郡相连，西边和巴郡和蜀郡相通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但是刘表并没有能力守住荆州，这正是上天资助于将军，将军难道没有占据的想法吗？益州地势险要，沃野千里，是天府之地，汉高祖刘邦凭借此地成就帝业，
然而，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，任凭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。虽然民因国富，但不知道体恤子民。益州凡是有智谋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。将军既是汉室宗亲，义气和威望闻名于天下，而且求贤若渴。如果你能占据荆州和益州，凭借两州的险要之地，西面与戎族修好，南面安抚夷越，外结孙权，内修正理，一旦天下的形势发生变化，你就派出一员上将，率领荆州的大军向南阳和洛阳发兵。将军，你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从秦川出击，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，用壶装着酒来欢迎将军您呢？到时候，将军称霸的事业定能成功，汉室的天下也必能复兴。这便是著名的隆中税，未出茅庐而治三分天下。刘备听后大喜，力邀诸葛亮出山相助。于是诸葛亮便出山入穆，跟随刘备来到了新野。刘备经常和他议论天下大事，关系也日渐亲密。关羽和张飞便感到不悦。刘备向他们解释说：“我得到了孔明，就像鱼得到水一般，希望诸位不要再抱怨了。”这一年，诸葛亮年仅27岁。就在诸葛亮出山的这一年，曹操平定了3郡乌桓，肃清了袁氏的残余势力，北方4郡基本平定。接下来，他便准备攻打荆州的刘表。刘表有2个儿子，分别是刘琦和刘琮。起初，由于长子刘琦与刘表长相相似，深得刘表喜爱。可后来，次子刘琮迎娶了刘表继室蔡夫人的侄女，蔡氏就爱屋及乌，开始喜爱刘琮而讨厌刘琦。另外，蔡氏的弟弟蔡瑁以及外甥张允被刘表重用后，也与刘琮亲近，而与刘琦为敌。刘琦深感不安，准备请诸葛亮帮他出谋划策。然而，他数次请教诸葛亮，却都被诸葛亮婉言谢绝。有一次，刘琦与诸葛亮对饮之时，安排人将梯子撤走，然后他对诸葛亮说：“现在我们俩人向上到不了天，向下接不了地，话出你口，进入我耳，没有任何人能够知晓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”诸葛亮无奈之下，只好对刘琦说：“你没有听过申生在国内导致祸患，重耳逃亡在外而获得生存吗？”刘琦顿时明白，诸葛亮是想让他外出自保。此时，江夏太守黄祖刚死，于是他便给刘表自荐，请求前往江夏。黄祖是孙权最为痛恨之人，因为他的父亲孙坚就是死在了黄祖的手中。孙策在世时曾经打败过黄祖，但并未剿灭。之后，刘表让他领兵驻防江夏，任江夏太守。208年，孙权以周瑜为前部大都，第3次西伐黄祖。最终，黄祖兵败，在逃亡途中被孙权的骑士冯泽追上之后斩首。孙权下令将黄祖的首级盛放在容器之中。黄祖死后，刘琦便接替他，成为了江夏太守。然而，就在这一年，刘表病重，刘琦得知后便返回襄阳探望。可是张允等人担心他们父子相见后刘表反悔，让刘琦继任。于是他们不许刘琦入内探望，而是让他继续前往江夏镇守。刘琦只能流泪而去。不久后，刘表病逝，刘琮正式继位。据《英雄记》和《魏书》记载，刘表病危之时，想将荆州让给刘备，刘备不忍趁人之危，而再三推却，但其他史书中并未记载。就在这时，曹操率领着20万大军，已经到达了南阳郡的治所宛城，准备一举平定荆州。刘琮得知后非常恐慌，立即瞒着刘备，派遣使者向曹操投降。而刘备此时屯兵于樊城，过了许久，他才得知刘琮投降之事。那么，荆州能够顺利归降曹操吗？刘琮投降后，刘备又会何去何从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